众所周知，蓝忘机是个体面人，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他，都是一丝不苟的发髻，高耸入云的发冠，板板正正的抹额，披麻戴孝的衣服，以及看上去很重，实际上也很重的仙剑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景行寒光，世家楷模，行为准则活标本。可谁成想，岐山温室发癫，把蓝二公子维持了10多年的体面一下子给颠没了。屠戮玄武一屁股墩儿堵住洞口的时候，被困洞内的各家弟子早就顺着湖底洞穴溜了，只剩倒霉瘸子蓝忘机一个人跑慢了几步，出不去了。如今他手上没剑，身边没人，头顶出口被温巢那龟孙关了，湖中洞口被老王八一屁股堵了，没食物，没符转，没力气，甚至没2条健全的腿，可谓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蓝忘机坐在地上掐指一算，觉得这条命8成是要交代在这儿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个屁啦！他蓝忘机虽然人称小老头，但其实货真价实还是个半大少年。什么景行寒光，什么世家楷模，除了那张冰山脸是真的，别的还真不一定。你想想，谁家少年还不是个暴脾气？蓝忘机自己都认为，如果仙门百家能有个跟他同龄同档次的剑修，他俩能斗到把月亮都给摘了。更别提这几个月他又是家被烧了，又是腿打折了，如今干脆被一众屌人丢在了王八洞。现在他蓝二公子独自蹲在山洞角落，那叫一个怨气冲天，磨着后槽牙脑补他死后要化作厉鬼弄死温巢那个龟孙，顺便去吓唬世家那几个见死不救的怂逼。可见如果一个人再倒大没时独处，哪怕是蓝忘机也会崩人设的。然而蓝忘机转念一想，他堂堂蓝氏二公子自然是从小焚香，早早就断了变鬼这条路，于是更加沮丧，寻思这规规矩矩的一辈子真是没意思，还不如从小当刺儿头，现在还能搏一个死后替天行道。琢磨来琢磨去，也没琢磨出什么来。蓝忘机干脆摆烂，四肢大开瘫在粗糙的地面上，自暴自弃地寻思，如果这时候有人来救他，他就以身相许。但也许有的人就是命不该绝，即使是到了这样的境地，也能柳暗花明。也不知道是福临心志，还是好人有好报，亦或是缘分天注定。就在蓝忘机许下愿望的那个呼吸之间，山洞中还真有了动静。轰隆隆的闷响回荡在石壁之间，由远及近，听不清源头，似是铺天盖地，四面八方。在那种境况之下，简直就像有神棍在渡劫。蓝忘机一个懵逼，四周望了望，突然在这轰鸣声中蹦出一记极为清脆的声响，咔嚓，似乎是什么东西裂开了，来自后方，正好在蓝忘机脑袋后头。他扭头往后瞄了一眼，入眼的先是全方位无死角的粗砾岩石，耳朵边有个石笋，真想来一脚踹碎。然后他就看到他身后的石壁，好像那个裂了。是个人都知道，山洞里石壁裂了是啥意思。蓝忘机大惊失色，求生本能启动，抱着伤腿一个打滚，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轰，咣当，咚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动次打次，动次打次 bang。一息之间，小半个山洞被炸了个稀碎。这下别说蓝忘机了，就连屠戮玄武都惊了，从飘着尸体的湖水里探出一个王八头，人头大小的一对绿豆眼中透露出迷茫，大概这货活了上千年，真没见过这种阵仗。蓝忘机惊魂未定，不仅腿疼脑壳疼，耳朵更是被爆炸整得嗡嗡的，和老王八一起猛瞪爆炸现场。这时从被炸飞的石壁后头走出一个人影来。在很多年以后，蓝忘机依旧能够回忆起这场出狱的每一个细节。山洞塌了一半，蓝忘机在最后关头本能的运气护体，勉强保全了自身，随后在碎砾中抬起头，看到一方绝境被这震撼天地的爆炸硬生生掏出一个口子来，外头清风裹着花草香徐徐涌入，当去了连日的疲惫与绝望。山洞中雾气渺渺，一时恍若仙境。那人自仙境深处款款走来，带来莲花清香，墨色衣衫勾勒出少年人尚未抽条的纤细身形，腰带当中打了根鲜红的璎珞，下头坠了块看不出橙色的玉石，显得腰肢细瘦却有力，双臂剑袖露出红色内衬，左手比在腰间握住佩剑，右手随意垂在身侧。他走到摔在乱石堆的蓝忘机身边，微微弯下身子，漆黑长发在脑后绑了个马尾，红色发绳垂在颈弯，漂亮的紧。他朝他伸出手，手指修长，指甲干净，
一张脸庞丰神俊朗，眼神很亮，恍若旭日东升，朝气蓬勃，对他露出一个照亮一生的笑容，朗声道：“我叫魏婴，抓住我！”但实际上，这根本就是蓝二离谱的滤镜。事实是，魏婴慌慌张张跑进山洞，在爆炸烟尘中一阵狂咳，稀里糊涂看到个人摊在眼前，还以为那就是他此行目标，立刻摆出架势装了个逼，然后拽着人就往来处方向狂奔。没办法，炸了一半的山洞是最危险的山洞，他还不想被活埋。万幸的是他的目标还挺配合，一点废话都不问。魏婴扭头刚准备夸几句，结果一愣，哦哟呵，撅过去了。没办法，只能把人扛在肩上继续狂奔，顺着炸出来的通道奔到洞外。接着魏婴就和带着人徘徊在口子外的温潮撞了个正着，两边大眼瞪小眼，一时气氛有些尴尬。魏婴咽了口唾沫，非常真诚地问：“是温二公子吧？您老人家干嘛呢？”温潮根本不认识眼前这个小白脸是谁，只是被这人满脸真诚给忽悠住了，还真老实回答：“怎么就炸了？太奇怪了，绕过来看看。”魏婴哦了一声，继续问：“那爆炸前，温二公子在干嘛呢？”温潮继续做老实人：“在原来的出口堵人呢，出来一个杀一个。”魏婴恍然大悟：“原来如此，玩打地鼠呢，太酷了！可是已经结束了，洞里没人了，可能都从别的出口跑路了。”温潮一愣，然后开始跳脚：“可恶，我要让爹爹把他们都杀光！”魏婴大力点头：“没错，太可恶了！”然后大手一挥，撒下满天爆炸符，火速跳上仙剑溜了。那些起爆符都是魏婴自己研发并亲手绘制的，保守点说，一张顶3张，那么劈头盖脸一炸呀，直接把温潮一行人连同王八洞一起炸成了渣渣。蓝忘机醒过神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一根绳子拴在一把仙剑后头，就是那种前面站了个人操控仙剑，他2条胳膊环着前头那人的腰，手腕处绑了根绳的那种拴。这种拴法显然并不是为了限制自由，而是为了防止他这个昏迷的人从仙剑上掉下去。仙剑飞在高空，那是真的高，反正他蓝忘机一般不会飞那么高。此刻蓝忘机目瞪口呆，大脑空白，努力回忆着昏迷前发生的事儿，任由高空的妖风卷起身前那人的马尾辫，狂抽他的脸。等巴掌肉被抽得生疼，才反应过来应该躲躲，努力仰着脖子，把那一头透着莲花味的秀发吐出嘴巴，伤腿已经疼麻了。后仰着脑袋，转过眼珠子，看看脚下场景，发现他们已经飞得老远，完全不在岐山了。蓝忘机有点懵逼，总算回忆起王八的事儿，于是开始思考这个救了他的少年到底是谁。此人绝非世家弟子。他的双手就在少年腰间，掌心下的衣料算不上多好，若是在他们姑苏蓝氏，只有新入门的外门弟子才会穿这种料子的校服，没有世家弟子会穿此等衣服。哪怕是他本人落魄至此，身上这身东一个口子西一条裂纹的抹布也是上等的布料。可这位魏公子所执仙剑并非凡品，一身灵力，意识充沛汹涌，可见修为颇高，绝非庸人。那他到底是？蓝忘机思索着，手掌下意识捏了捏，然后一直飞得稳稳的仙剑忽然就开始毫无征兆的乱来，简直高空大回旋。蓝忘机拴在对方的腰上，被甩得差点晕剑。这位道友，那个叫魏婴的少年一把抓住蓝忘机紧紧抱着他腰肢的手掌，回过头气愤地说：“高空可不兴挠痒啊！你们云梦江氏竟然有这种爱好吗？”1个时辰后，2个年纪相仿的少年蹲在不知道哪个林子的树洞里，一个茫然，另一个更茫然，总算搞明白了事情是怎么回事。所以说，蓝忘机半睁着眼睛，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乌鸡罢鱼。魏公子是散修，受云梦江宗主所托，来岐山给江公子送法器。魏婴一边给蓝忘机的伤腿裹纱布，一边点头：“啊对，江宗主觉得没法器在岐山肯定要吃亏，可是又不敢明目张胆和温氏对着干，所以就找我这个非世家人士来干活。”蓝忘机看着他那条被包扎的好像曾经结过汁的腿，露出一个惨不忍睹的表情，然后迅速恢复面瘫，继续问道：“不知江宗主与魏公子是何关系？魏公子为何愿意冒险前来？如此说来，此人倒有可能是江氏的客卿。”结果魏婴拍了拍蓝忘机的腿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雇主关系啊，
他给钱了，大大滴钱。万万没想到这么简单。然后魏婴的表情愤怒起来。可是温氏太变态了吧？怎么联合王八一起玩打地鼠啊？就算仙门的小萝卜头都是废物，也不可以这样草菅人命。好像在骂人，蓝忘机也不确定。但是蓝忘机决定不管这个，继续话题。那为何魏公子没去找江公子，反而对在下？这句话没说完，没去找真的江公子，反而对着我喊江公子，为什么？魏婴却更愤怒了，一双大眼睛里写满了真诚。还能因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我以为你就是那个江城啊。蓝忘机琢磨着他到底该骂这位公子脸盲，还是该生气那姓江的怎么能和自己比。魏婴理所当然的嚷嚷，你们世家子弟真的都长得一模一样啊！我听说你们大部队被困屠戮玄武洞了，就急匆匆来找客户，结果江城竟然抛下王八自己跑了，那我还来干嘛？实在是太过分了。蓝忘机这才非常真情实感地赞同道，不错，太过分了。结果魏婴的火气就对着蓝忘机来了，恶狠狠地瞪着他。你说你是蓝氏二公子，我这单生意80%是黄了，尾款拿不到了，可我好歹救了你，你家宗主愿不愿意付我工资啊？理论上当然是愿意的，可现在显然不是蓝曦臣愿不愿意的问题，大概魏婴这个散修消息不灵通，还不知道姑苏蓝是出了啥事。蓝忘机张了张嘴，没说出一个字，垂下眼睛把嘴闭上了。魏婴却是没察觉到蓝忘机突如其来的低沉，话也说完了，气也撒了，便无聊起来，掏出他的仙剑开始把玩。蓝忘机眯着眼睛，情绪持续低落。外头大约天气不错，阳光依稀从树洞外透进来，洒在魏婴的剑上，红色剑穗有些年头了，微微晃动，拂过剑鞘，铿锵一声，魏婴抬起手肘，仙剑半出鞘，在昏暗的树洞中冷冷闪耀。蓝忘机恍惚一下，突然看到了剑身上刻的剑名，随便，这把剑叫随便。蓝忘机猛地起身，一脑袋撞在树干上，捂着后脑勺晃了晃，在魏婴奇异的目光中，用一种此生少有的热烈口吻问道：魏公子是那位夷陵剑仙？夷陵剑仙魏散人？蓝忘机活那么大，鲜少有情绪激动的时候，此刻却显然十分兴奋，连说话声音都大了。魏婴眼神一亮，惊喜道：你知道我？那自然是知道的。魏散人并非一般的散修，他是早早故去的藏色散人与魏长泽之子，据传幼年在夷陵流浪乞讨，无父无母无师门，10岁之时机缘巧合得了本修行入门心法，无人指导，却是无师自通，1日练气，3日结丹，随后以1根竹子为武器，独闯云梦江氏剑炉，令剑炉工匠为其铸剑。工匠不肯，大打出手，却被10岁幼童逼得节节败退。江氏宗主江丰年闻讯匆匆赶来，终于得见故人之子，欲招揽入门，却遭拒绝，只好做主赠剑。耗了江氏剑炉749天，终于铸得一品仙剑，赠予彼时少年10岁的魏散人，以竹为笔刻下剑名，便是随便。其后7年，其人其剑愈发声名鹊起，盖因此人非池中之物，经验才绝，于剑一道天赋卓绝，自创剑法，行云流水，逐渐得了个名号，叫夷陵剑仙。不仅为世家弟子所忌惮，更是天下散修之楷模，仿佛一道天光，照亮被世家所笼罩的修行一路。蓝忘机自然也知道他，不仅是他，所有剑修都知道他。天下剑修谁人不知随便即出，剑气纵横。蓝忘机也是剑修，剑修最看不得别的剑比自己强，更何况二人同龄，总有种不服输的念头。他曾对蓝曦臣放言，若有朝一日得以相见，必当大战300回合，比比必臣与随便，究竟谁才是不识天才？可如今相见了，蓝忘机却连必臣都失去了。蓝忘机正愣着，那份熟悉的迷茫又涌上心头。倒是魏婴，方才公子跑了的怒气早已消散了，回头又是一个灿烂的笑容，对蓝忘机伸出手，热情地问：你的剑丢了吧？我带你飞。你要去哪儿？那笑容灿烂得很，一时晃了蓝忘机的眼。但是蓝忘机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。他是仙门称颂的蓝二公子，是高山流水，是天才剑修。然而云深不知处已经烧成了废墟，兄长与叔父都与自己断了联系，往日那些高高的帽子似乎也都一并去了。这些日子以来，蓝忘机总会思考自己究竟是谁，许多身份不过都是附加，哪怕他是蓝忘鸭、蓝忘兔，都不影响蓝氏终归会有个蓝二公子，
真正的他究竟如何，似乎并不那么重要。循规蹈矩17年，如今却连归处都没有，人生一切推倒重来，其中痛苦又何止区区伤口疼痛？可是就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来了个魏婴。近100年来，释迦垄断了修行资源，法器也好，书籍也罢，甚至是灵脉山头，都被各大家族瓜分得干干净净。赢家通吃的结果是，人才也都往释家挤，是以小门小户越发羸弱，为大族所看不起。至于散修，便更是在仙门的底端了。可是世上出了个魏婴，那个在小人物们挣扎求生的世道中，于密不透风的穹顶上一剑通了个窟窿的魏婴。如今大族内斗，岐山温氏一骑绝尘，一个家族说灭就灭了，有一荣俱荣，便有一损俱损，家族倒了，一切便都没了。这世间的正义，那探求的大道究竟在何处？蓝忘机愣愣地跟在魏婴后头，走出那潮湿的树洞，外头阳光正好，日升月落，可不管世家争斗，世间美景千年万年一直照旧，仿佛有天光乍破，照亮迷茫心间。他握住那双手，感受着一丝暖意由内而外驱走了数月来他心中极寒。就这样，在这无名山林间，蓝忘机对他一生挚爱认真承诺道：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王八洞前温巢炸了，字面意思，炸没了。罪魁祸首正是人称夷陵剑仙的散修魏婴，他受江丰年之托来给江小公子送东西，阴差阳错把温巢给嘎了。那能咋办？总不至于待在原地等温家找上门，所以他只好带着倒霉蛋蓝忘机火速跑路。蓝忘机全程晕晕乎乎的，这辈子没这么刺激过，每时每刻都在感叹：妈呀，这就是散修吗？太牛逼，太自由了吧，好羡慕好喜欢，他救了我，我要以身相许。可由于刚认识也就1天，一见钟情的蓝二公子没好意思开口，只是傻乎乎的表示要跟魏婴走，所以呆逼魏婴就理所当然的理解为蓝二公子要去他家玩，那他很欢迎啊，蓝二毕竟长得超好看。于是大咧咧准备直接御剑回家，然后就被蓝忘机一把拽住衣服。岐山温氏睚眦必报，温巢之仇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们不知道你，却知道我，我担心外头有温氏抓捕我。魏婴其实对仙门势力不大了解，闻言很自信地说：有人来抓你，你就打回去啊！我看你修为不错，就算把剑弄丢了，那不还有我吗？蓝忘机沉默，开始思考如何给魏婴解释岐山温氏是何等的庞然大物。可转念又想，如果魏婴都搞明白了，那不就和他这个被仙门百家关在矿里的人一样了吗？所以只好说：我腿疼，怕连累你，我们晚上再出林子吧。因此魏婴蓝忘机二人开始在林中玩过家家。魏婴刚刚才给蓝忘机的伤腿绑成粽子，如今立刻又拆开了，换了药，再绑回粽子，来来去去过了小半个时辰，然后拉着蓝忘机找了条河，河水清澈，里头有鱼有龟有田螺。魏婴挽起裤腿下到河中，转过身子兴奋地说：蓝二哥哥，看我给你表演个闰土插鱼。然后灵力聚集指尖，中指一弹，斗气化剑，河水激起白色浪花，一条又胖又大的鱼翻着肚皮浮了上来。他乐呵呵地拎着鱼尾，把鱼丢上岸，嚷嚷道：蓝二哥哥，杀鱼吃，吃鱼对伤口有好处。然后弯腰开始摸田螺。蓝忘机抱着鱼开始发愁，姑苏蓝氏家规，云深之内不得杀生。虽然现在不在云深不知处，但他是真不会杀鱼。其实鱼已经死了，被魏婴一个脑瓜崩崩死了，再放生也无用。蓝忘机只好蹲下来，也学着魏婴的样子，将灵气聚集指尖，想刮鱼鳞。但这事儿看着简单，真做起来却颇有难度。蓝忘机试了几次，不是灵力太多刮下了肉，就是灵力太少给鱼刮痧，一时急得额头都出了汗。抬头去看魏婴，对方正在河里玩乌龟，不由感叹魏婴修为之高，灵力之精确，真是厉害。好不容易刮干净了鱼鳞，接下来倒是方便了。蓝忘机再有样学样，以指尖斗气划开鱼肚子，不管3七21，把里头全部掏空，然后拍拍手站起来，对在河水里游泳的人说：我去捡点柴火。魏婴在憋气，咕嘟咕嘟。蓝忘机一瘸一拐往林子深处走，本来想随便捡点木头，结果碰到一头野猪。野猪膘肥体壮，
一看就是树林之王，也许是王做惯了，看到个生人，前腿刨着地，哼哧哼哧开始向蓝忘机冲刺。以这头猪的体型，普通人挨一下至少也是个半身不遂。蓝忘机大惊，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他会和野猪搏斗。可他一没剑，二没腿，眼看着野猪就要拱上他的裆了，蓝忘机情急之下一把抱住猪头，使出一招姑苏蓝式抱摔，然后就看到上了岸的魏婴站在后头目瞪口呆。哇哦，蓝二哥哥，原来你喜欢玩摔跤啊！来来来，再给我表演一次。所以当天的晚饭是鱼肉加野猪肉。那头可怜的野猪被反复摔了7、8次，脑浆都要摔出来了。等吃完晚饭，天终于黑了，他俩才偷偷摸到林边一个镇子。魏婴又去弄了2身布衫来，二人扮作寻常农户，打算先去夷陵。一路上不靠先见，只凭着双腿，走走停停，吃吃喝喝，虽然辛苦，却也有趣。蓝忘机活那么大，还从未有过这种经历。5日之后，二人途径夷陵城外乱葬岗，此地为古战场，地形阴森，峭壁锋利，百年千年的怨气都被关在里头，是个著名的晦气地方。据说就算是修士掉进去，也是爬不上来的。蓝忘机抬头瞧着形状可怖的山峰，隔着这座山便是令小儿啼哭的乱葬岗底。若有朝一日沦落至此，恐怕只能一死了。魏婴常在夷陵，对乱葬岗可比蓝忘机熟悉多了，不欲多逗留，在后头推着蓝忘机往前走。行至城外酒肆，已是夜色初临，二人坐下来先喝杯茶，突然望见东方一片火光冲天，隐隐有灵气荡开，该是远方有高人打斗。魏婴脸色一变，起身道：是云梦方向。蓝忘机也站了起来，一时震惊，与魏婴交换了一个不可置信的眼神。那是莲花坞的护卫大阵破了。翌日天还未亮，云梦将是满门被灭一事已传遍9州4海。蓝忘机在魏婴的床上醒来，对方在夷陵有一处颇为雅致的2进院落，是魏婴这些年四处接单子赚来的钱买下的。地方虽不大，他一个人住倒也足够，只是如今突然来了个客人，魏婴没准备第2床被褥，二人只能凑合着睡一张床。蓝忘机悄没声地爬起来，外出去买早饭，不过短短几步路，就听到数不清的传闻。一说温氏2公子被江婉莹害死在了屠戮玄武洞，温若寒大怒，灭族为子报仇。一说江婉莹与温潮都看上一名叫王灵娇的女子，争风吃醋，误杀了温潮，这才惹得家破人亡。一说温若寒要称霸天下，想拿个大族开刀立威，云梦江是不幸被他选中，只能说技不如人。其余说法千奇百怪，无外乎是江氏惹了温氏，这才招致大祸。蓝忘机皱着眉打包了2笼煎饺和一份热干面，原路返回魏婴家中。魏婴将醒来，瞌睡懵懂的就着蓝忘机的手吃完了早饭，又呆呆的任由蓝忘机帮他擦嘴洗脸，好不容易清醒过来，才后知后觉地问：外面怎么说？蓝忘机简短地复述了外头说法。魏婴双眉微蹙，不大赞同的评价：明明云梦江氏才是受害人，怎么传来传去都在说江氏不对？他温家一夜杀了几百人，反倒清清白白。蓝忘机一边给魏婴洗面巾，一边淡淡说：世人一贯如此，我家被烧的时候，外头也都说一定是姑苏蓝氏太过桀骜，目中无人，这才招惹了岐山温氏。魏婴一愣，大眼睛眨都不敢眨，弱弱的试探：你家被烧了？好家伙，怪不得他堂堂蓝家2公子，身无仙剑倒大霉，却无一人前来接应啊！所以是啥时候的事啊？蓝忘机斜睨了他一眼，颇有些幽怨地说：魏婴、魏散人、魏公子，我觉得修士还是应该多看看新闻，你这样多不方便接生意。他自己都没注意到这句话说的嗲嗲的，换作是旁人，蓝忘机可不会多说一个字。魏婴不好意思的挠挠脸：我刚开张那几年也是主动出击的，现在这不是有点小名气吗？客户会主动找上门的。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大门口有人拍门，拍得大力又粗鲁，要么是杠卵，要么很着急。蓝忘机往里缩了缩，魏婴老大不情愿地起床去开门，看到外头是个穿着黄色布衫的帅哥。帅哥大概率是有点子毛病，开了门就拼命往里挤，都快挤到魏婴怀里了，抻着脖子凑到魏婴耳朵边，做贼似的跟他咬耳朵。在下兰陵金氏金子轩，
特请魏散人前往兰陵一聚，共商大事。结果忽然感受到一阵略有杀气的视线，他抬头一看，哦呦呵，这不那谁吗？金子轩当然也是冲着夷陵剑仙魏散人的名头主动找上门的客户，但他真没想到在魏散人家里还能看到个蓝忘机，再加上前几天他刚刚随着人群把蓝忘机丢在王八洞，这下子就更微妙，所以他也就能稍稍理解蓝忘机为啥对他那么大敌意了。三个人穿了三身低调的粗布衫坐在船上，蓝忘机搂着魏婴的肩膀坐在一边，金子轩头脑发愣的坐在另一边。尴尬，太尴尬了，每次碰到蓝忘机都很尴尬，但是勇敢轩轩要主动出击。于是他开始没话找话，热情奉承道：原来前几天炸了王八洞的是魏散人啊。一般来说魏婴也是个社牛，但现在他有点困，谁让金子轩这个屌人大清早的来敲门啊？所以只是瞎接答话啊，对，听说温潮和老王八一起被弄死了，不愧是夷陵剑仙，修为太牛了。即使社牛如魏婴也有点被意到了啊，金公子真是太热情了。蓝忘机此时插话：金公子平时鼻孔看人，此番有求于人，竟也要伏低做小了。金子轩大惊失色，大家都是同一阵营的人，你小子怎么还带拆台的？立刻辩驳：首先我没有鼻孔看人，其次我不如你鼻孔看人，最后有事相求，伏低做小不正常吗？都跟你蓝二世的宁愿被打断腿也。嗷呜！魏婴刚好换坐姿，船舱太小，他一个二郎腿踹在了金子轩膝盖上，而刚好魏婴的鞋里藏了把匕首，所以5天后到达兰陵京市的时候，他们3个人中有2个瘸子。金家仆役将3人迎进门。兰陵京市不愧是土豪之家。魏婴边走边在心里算账，这珠花能卖50两，柱子上的装饰好像是纯金，铺地板的是卧槽和田玉，妈的全顺走卖钱，给我在夷陵的温暖小家整个11.1.4声道家庭影院。他们先被带到一个地方简单洗漱，脱下身上接地气的粗布衫，换上了一看就贼几把贵的礼服，然后出去走到台阶前还要做仙教，旁边甚至有仙鹤有孔雀，浮夸的过分了。魏婴早就完全迷路，稀里糊涂的被领进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殿，然后就听到有人腔调十足的报幕：散修，夷陵剑仙魏散人到。这是个生面孔，不少人从未见过，可名头又大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于是全殿人都停下手中事情，转头看往入口。但见一玉面少年，身着红黑劲装，腰间仙剑剑气凛凛，款款走来，其灵气之浓郁，气质之高洁，实为人中龙凤。实际上是魏婴被那个报幕吓得一个机灵，下意识挺胸收腹，手边的随便也嘤嘤嘤一声，突然发射剑气开始装逼，却有不少剑气予以回应。魏婴定睛一看，只见眼前雕梁画栋，珠光宝气，偌大的殿宇坐满了修士，人人打扮得体，服饰华丽，发髻都抹了油，和唱戏似的。殿中极品法器不少，随便方才一个装逼，惹得许多仙剑也跟着一起开了屏。金子轩走在前头领路，蓝忘机跟在后头一起进来。那报幕的没喊他的名字，往日早该有的对蓝氏二公子的恭维，此刻也迟迟不来。上手高高在上，设了个浮夸的座位，和龙椅似的。龙椅上的人是个有些年纪的男子，脸部有些浮肿，穿着金闪闪的戏服，此刻面上噙着笑意，站起身撩开下摆，缓缓走下台阶，来到魏婴身前，架势十足地说：魏散人大驾光临，金某有失远迎。说起来，金某和令尊令堂也是故交呢。他身侧另一个穿金色戏服的大叔立刻跟进道：不错不错，魏小公子仪表堂堂，年纪轻轻却修为卓绝，长泽兄和藏色散人泉下有知，也当安心了。一众金光闪闪的人开始你一句我一句，说了半天，为首那人似才注意到魏婴身后的蓝忘机，惊讶道：哎呀，这不是忘机贤侄吗？过得可好？蓝忘机略一颔首：一切都好，劳金宗主挂念。金宗主笑了2声，抬手对远处挥了挥：启仁兄，西尘贤侄还不过来？坐在角落里的蓝启仁与蓝曦臣这才走过来，对着许久不见的蓝忘机柔声唤道：忘机。蓝忘机方才动容，经历了如此变故，险些生离死别，饶是早熟如他，
此刻总算见到家中长辈，也颇为伤感委屈。魏婴站在前头转了转眼珠，走到蓝曦臣身前做了一揖，爽朗笑道：想必这位就是蓝宗主泽无君，晚辈魏婴，久仰蓝宗主大名。他先前尚未对此处主人家自报姓名，此刻眼见着金光善对姑苏蓝氏宗主如此呼来喝去，反倒主动打了招呼。蓝忘机略微惊讶，心中暖意汹涌，嘴角不由上翘，随即又下意识瞟了一眼金光善。果见金光善面色不愉，可老狐狸立刻便又摆出一副笑脸。魏贤侄想必是自由惯了，哪像我们一辈子都被世家规矩拘着，不似贤侄潇洒，倒叫金某汗颜啊。身后那群闪着金光的门人又是声声应和，和唱大戏似的。魏婴略一挑眉，刚想说什么，却突然被打断了。一紫袍少年冲过来嚷嚷：我将士灭门，下一个不知道轮到谁，都火烧屁股了，你们还在这装腔作势呢。他唇色苍白，眼中有泪，腰带上坠了个铃铛，没有佩剑。不是来商讨联军事宜的吗？还等什么？快开始啊！关于组建联军的大会开得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，蓝家江家则一起挤在角落里，参与度不高。同样是家里被烧了，同样是倒霉蛋，云梦江氏甚至更惨一点，满门死的只剩江婉莹、江燕离两个，人家姑苏蓝氏好歹本家一脉都还健在呢。虽然算不上骄昂跋扈，但也是大人物做惯了的江澄，此刻坐在边边角发愣，前头吵得厉害，看上去是完全没把他江氏当回事。他在此处也就是个集结联军的棋子，至于利益权力什么的，早没他份儿了。江澄小时候，江丰年曾对他提起，若是能找到故人之子，定要带回家中教授本领。那人比江澄略年长一些，当为大师兄，以其父母之本领，此子必然也是天资卓越，人中龙凤。后来江澄得知那人便是夷陵的魏散人，却非池中之物，偶尔听得父亲将二人作比，有过羡慕，也有过嫉妒。如今他满门被灭，再不被仙门放在眼里，突觉如若那位散人当真是他师兄，现在好歹也有个人依靠，可不像现在，一个在人群里被各家哄抢，一个在角落里感受人情冷暖，不由更加沮丧，眼眶酸酸的，只想落泪。蓝氏也坐在角落里，虽然状况也不太好，但至少比江澄强，虽然被金光善立了下马威，但也不至于在这时候一句话都说不上。可是蓝启人蓝曦臣好像完全不感兴趣似的，跟江澄一起在角落发霉。至于蓝忘机，他被魏婴拽着一起在人群里当显眼包。魏散人，你一个人势单力薄，加入我们国际庄梦是吧？魏公子，散修终究有碍修为，加入我们驻马店合适吧？魏大仙，鄙人保您一世富贵，加入我们攀枝花岗是吧？魏真人，天才地宝任您挑选，加入我们张家界住是吧？魏大轩，霸道总裁为您服务，加入我们酷优藤梅是吧？魏婴寻思自己啥时候多了那么多花名，被挤在人群里，晕晕乎乎的抱着蓝忘机的胳膊。二哥哥，好多人啊！被拽着一起接受人群瞩目的蓝忘机很实诚地说：魏婴，如今这世道，单打独斗确实不利，那么多宗主递橄榄枝，则梁木儿弃方为上策。魏婴其实根本搞不清世家势力，也不明白家族傍身的助力，闻言更晕了。一定要挑个家族吗？蓝忘机的眼神藏着不舍，环视一圈四周，这些小世家不谈，兰陵金氏和清河聂氏也等在一旁虎视眈眈。如今联军组建在即，能找棵大树再好不过。五大世家如今他的只剩金聂二门，金氏藏污纳垢，不是好归宿。但是聂明觉为人正直，想来魏婴去那里总不会吃亏。他偷偷瞄了一眼角落，自家叔父和兄长坐在那里，虽是神色淡然，但蓝氏走下坡已成定局。蓝忘机捏了捏指尖，闷闷地说：不错，聂宗，那就你家吧。魏婴笑得天真烂漫，轻易定下了今生归处，脸上是阳光笑容，一把揽上蓝忘机脖子，哥俩好的抱在了一起。半个月后，联军集结整合完毕，兰陵金氏与清河聂氏为首，姑苏蓝氏因散修魏婴的加盟，也在联军地位颇重。云梦江氏在整合了残存势力之后，在外祖梅山于氏的助力之下，也勉强站稳脚跟。其余世家林林总总拢共上百，以兰陵为大本营，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射日之争。战争历时共5年，岐山温氏却为庞然大物，与百家联军斗得五五开，幸而联军中也是英才辈出，
尤以蓝忘机与魏婴最为显眼，剑术出神入化，以一敌千，逐渐在对抗中取得优势。转折发生在第4年的秋天，聂明觉不慎被俘，原本必死无疑，但不知缘何，竟得以逃出升天。温煦带人追捕，谁知追至半路，温氏旁支岐黄一脉突然叛变，其首领温情称联军魏婴对其有救命之恩，愿意死生追随魏公子。温若寒大怒，加派人手围攻魏婴与温情的部队，数量10倍于魏婴。彼时蓝忘机刚好回了蓝氏阵营，正面战力不够，一时情势危急，魏婴情急之下斩下路边竹子，以竹为敌，灵力催动山野树木之灵，共同抵御敌军，终于拖到蓝忘机赶来增援，共同全歼了温氏这支主力。其后战局完全倒向联军。1年之后，聂明觉、蓝曦臣、蓝忘机、魏婴与温若寒正面决战于不夜天，战况焦灼之时，温若寒忽然被背刺，众人方知温若寒身边有联军的钉子，同时也是当年偷偷放跑聂明觉的人，名为孟瑶，是金光善的私生子。其后岐山温氏轰然倒塌，聂蓝金3家因战功卓越，在仙门立于不败之地。庆功宴在金陵台举办，蓝氏再次恢复当年荣光，受仙门百家崇敬。推杯换盏之间，有人偷偷嘀咕：射日之争，论功行赏，头5名有3个是蓝家的。蓝氏兄弟先不说，魏婴可真就是他们捡来的便宜了。若非当年魏散人稀里糊涂逃了蓝家，他们一个仙府都被烧了的家族，哪有如今风光？另一人不赞同：泽无君与韩光俊的战功都是实打实的，怎能都归功于夷陵剑仙？那人啧摇头。之后5年，蓝氏兄弟丰功伟绩自是不假，只是如果没有剑仙投靠，蓝氏最初都上不了桌，其后种种更是妄谈。你看看云梦江氏，如今不就只能是个2流世家了？另一人似乎被说服了，若有所思道：倒也不无道理。听闻剑仙与云梦江氏还有些渊源，若是当初投的是江家，如今站在那儿风风光光的，恐怕就是江小宗主了。可惜可惜。那人也装模作样感叹：年轻人呢？那魏婴也不知是为何，非要和蓝忘机形影不离，白白便宜了蓝氏。那蓝忘机也没给魏婴什么好处啊，该不会是断袖吧？另一人吓一跳：断袖如何？不断袖又如何？他们总归是功劳卓越、修为滔天的人，你说话可仔细着点儿。那人撇撇嘴：我也就是随口一说，那些大人物还真能计较不成？要我说，那魏婴也是不识好歹。江丰年当初可是有赠剑之恩的，他不去帮扶江家，倒是昏了头给蓝家保驾护航。突然有第3个声音插了进来：魏公子帮我了，我的仙剑就是他给我找回来的，他还帮我江家部队解了好几次围，还叫上我把温竹流和王灵娇的部队给围了，亲手让我为父母报仇。那2人吓了一大跳，竟是江澄，似乎一直站在他们身旁。5年征战，从受人白眼到挑起大梁，形势逼人成熟，江澄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绝望哭泣的少年。他很平静地说：我把温竹流的脑袋砍了下来，丢在锅里煮熟，剔干净肉，当尿糊了，你们要看看吗？2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地走了。江澄手握酒杯，抿下一口，抬头往高处看，魏婴和蓝忘机依旧是连体婴，黏黏腻腻地躲在角落里吃辣子鸡，一个一口一口喂，一个一口一口吃，笑容甜蜜，外人根本插不进去。他轻笑一声，低头敛去眼中落寞，回身离去了。而蓝忘机和魏婴确实正在玩花的。酒，蓝二是不喝的；辣，蓝二是不吃的。但是鹰酱，蓝二是要玩的。这5年，其实他大多数时候并不和蓝氏一起行动。魏婴虽然因为他入了蓝氏，但蓝忘机私心并不想魏婴过多掺和世家的事情，所以现在2个人公然在庆功宴摸鱼，也并没有人觉得不妥。毕竟抽象人嘛，习惯了。蓝忘机2根筷子从碗碟里挑出一块沾满了辣椒粉的鸡腿肉，递到魏婴嘴边，看着魏婴张开嘴伸出舌头，又把肉收回去了。魏婴幽怨地瞪着他，张着嘴呜哇呜哇要吃，但他自己吃不了，他的手被蓝忘机绑起来了。魏婴仍旧穿着喜欢的红黑款式，已经弱冠，又在宴会，劲装不合适。他穿的是宽袍大袖的礼服，双手藏在袖子里，被绑了也看不见。蓝忘机强行无视魏婴可怜巴巴的眼神，板着脸说：
昨晚你抓小姑娘辫子了，该罚。魏婴嘴巴嘟嘟发出了夹子音。冤枉啊，蓝青天，她辫子上有蜘蛛。蓝忘机轻轻咬了一口鸡腿肉，被辣得嘴唇发麻，清了清嗓。出声提醒即可，小姑娘都被你吓到了。魏婴哼哼唧唧的。他胆子也忒小了，我当初可是直接把你扛肩上带走的，也没见你受惊吓嘛。蓝忘机听到魏婴竟然把萍水相逢的小姑娘和自己比，脸都拉下来了，气得直接把辣子鸡塞到了自己嘴里，然后咳得惊天动地。魏婴笑得前扑后仰，一双手轻松脱开束缚，给蓝忘机递了杯水，还拍拍对方的屁股。蓝忘机乖乖把水喝完，继续把魏婴双手绑上，然后开始喂麻辣鸡丝。蓝曦臣在社交中心不能喝酒，只好饮茶，饮得膀胱疼，瞄了一眼角落，被摸鱼的弟弟气得膀胱更疼。好不容易结束了庆功宴，蓝曦臣精疲力尽地回到客房，看到自家弟弟和魏婴手拉着手在门口等他，二人皆面带微笑，再无一丝顾虑。蓝曦臣并不惊讶，先抬手说：等等，为兄有点急事。轻功都使出来了，火速去放了个水，然后回到房间整整一摆，继续做一个靠谱的兄长。蓝忘机做了一揖：兄长，忘机今日是来告辞的。蓝曦臣低头擦着列兵：魏公子怎么说？魏婴笑得很开心：这些年多亏泽无君照料了，蓝湛说要带我出去周游世界。蓝曦臣无奈笑了笑，把列兵放下，对魏婴说了声抱歉，然后把蓝忘机拉到了内室。你和他到底说开没有？蓝曦臣实在忍不了了。蓝忘机红了脸，瞪着地板发愣。蓝曦臣叹口气，摇摇头：这些年你把魏公子藏得这么好，如今太平了，可勾心斗角只多不少。你更是带着他远离纷争，是以他身在世家多年，仍旧这般天真烂漫。这本是好事，但现在是不是天真烂漫过头了？蓝忘机踌躇道：魏婴不必懂这些。蓝曦臣要被气笑了。那你们二人是要一辈子做兄弟？蓝忘机垂着眼，睫毛一抖一抖的。蓝曦臣点了点弟弟的额头：你呀，就仗着魏公子信你爱你，平时倒也不是举棋不定的人，如今是关心则乱了。蓝忘机老实回答：我怕他不懂，吓着他了，可如何是好？蓝曦臣只好说：那为兄帮你一把，魏公子何时开窍，就看你努力了。然后蓝曦臣带着蓝忘机从内室出来，握住了魏婴的手。魏婴腰间仍挂着一块看不出成色的玉石，从与蓝忘机出狱之时便有，多年都随身温养着。蓝曦臣柔声问道：恕我冒昧，这块玉可是令尊令堂遗物？魏婴点点头，他父母死得早，这是唯一留给他的东西。蓝曦臣摸摸魏婴的头，从乾坤袖中摸出一个平安扣，玉质温润，白如凝脂，一看就是上好的羊脂白玉。收着吧，和忘机外出游玩，也别忘了家里。蓝曦臣笑着说：魏公子和忘机形影不离，我既是忘机兄长，便也舔着脸想做魏公子的兄长。魏公子意下如何？魏婴握着羊脂玉愣了愣，余光瞄到蓝忘机拼命点头，然后红了脸，呆呆地唤：兄长。蓝曦臣脸上笑意更甚：既是如此，长兄如父，除了这平安扣，为兄也少不得要再送一样东西。他把蓝忘机拉到魏婴身旁，让二人手拉着手。20若冠，应当行籍贯礼，再由长辈取字。这些年忙于战事，没能做到，是为兄疏忽了。这句话却是客气，魏婴无父无母无亲无长，自己都忘了这事儿，哪能怪得到刚刚认下的便宜兄长？蓝曦臣又道：我知你等不愿在仙门多留，但籍贯礼还是要好好办办。不如随我回姑苏，再多待半个月，等礼成，有字了再行，总归不留遗憾。如此，便是蓝曦臣愿为魏婴长辈，真的把他当作一家人了。魏婴半张着嘴，只觉得手中白玉发烫，自己眼角也发酸，自幼乞讨求生，即使如今看着风光，可到底从来没有个家。他侧过头去看蓝忘机，只见蓝忘机面带笑意，可真是玉面郎君，俊俏的让他头脑发昏。魏婴噙着泪花，点头答应了。半月后，魏婴在云深不知处行观礼，泽无君、蓝曦臣亲自主持，为其盘发戴冠，煞是隆重。礼中，泽无君满眼爱惜，拉着魏婴的手，诚恳说道：愿婴自此以后过最潇洒的日子，做最潇洒的人，
与心爱之人长长久久，再无烦恼，不羡旁人。为兄魏婴取自无限，应可喜欢。潇洒恣意，长长久久，不羡旁人。魏婴愣愣的，下意识看向蓝忘机，他站在一旁，身着礼服，含笑凝望着他。魏婴抹了抹眼睛，对泽无君郑重一拜：妙极，无限谢过兄长。自此之后，天长地远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